百年老窖、百年餐饮、百年汽车，你有没有听过百年耳机？直到2025年，百年音频企业屈指可数，有些是做钢琴起家，有些是做喇叭，有些做话筒。拜雅最开始也做喇叭，1937年才开始做耳机，但也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耳机厂商，没有之一。为了庆祝百年华诞，拜雅在2024年初的时候推出了770 Pro X 限量款，然后陆续推出了一堆民用产品。原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呀，没想到年底拜雅来了一个大招。神羅天聖。对于民用耳机，升级点很好理解，新版本的蓝牙、更大的电池续航、更好的 DSP 降噪、AI 伪智能。但是 HiFi 耳机还有专业耳机都是落后的纯模拟设备，它们还能怎么升级呢？下面我们来开箱。新老版本 DT1770的包装和附件看起来没有区别，附带 EVA 便携硬盒、备用的皮革耳垫。内部的小包包里面有说明书、转接头、3米直线、5米卷线，这么长是为了要给歌手录音呢？不用录音的发烧友可以另购短一点的线材。那新老版本的外观看起来很接近，明显的区别是 MK2 的耳罩外部多了一个很浅的凹槽 ，Made in Germany 的标识从外边挪到了里边，更加低调。每个耳机印着专属的序列号，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是1000元级监听耳机没有的。新老版本的净重基本上一样，不过戴起来会更舒服。一个是头顶多了透气凹槽，这个设计特别适合。头顶怎么尖尖的？另一方面是耳压从7.2牛降到了6牛，我们将耳机桥架缩到最短，能明显看到2代1770的开口是更大的。还有一些很小的区别，1代的耳罩旋转很紧，2代较为灵活，2代的耳罩内部调音棉更加精致。耳垫底部的封边条从泡沫改成了皮革，更柔软。每个部件坏了你都可以单独购买，连单元都可以。吐槽一下我买的一副大厂限量版耳机，意外的单元坏了，但官方不卖单元，现在用不了又不舍得扔。1代1770、1990用的单元叫 Tesla 2.0， 现在这个应该是第3代，只是改了命名方式 Tesla .45单元。45其实就是单元尺寸45毫米嘛，这样方便统一命名。比如说新一代谢兰图的单元叫 Tesla .11， 一听就是11毫米的单元。虽然拜雅的4档监听都是45毫米单元，但770 Pro X 和700 Pro X 用的单元叫 Stella .45 斯特拉单元，不是特斯拉单元。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相比上一代的最大变化，就是主抗从250欧下降到30欧。之前拜雅的民用旗舰 T1 和 T5 也是从600欧下降到32欧。拜雅是铁了心要淘汰高阻耳机啊。那根据我们实测呢，同样音量下，第2代1770的音量比第1代大了8个 dB， 也就是2倍音量还多。那普通人可能不太理解，因为手机推250欧的耳机听起来都勉强是够的，但普通人听到的都是母带处理后的音乐，而音乐创作时没有母带处理的工程文件是很小声的。另外，歌手录音不可能一遍过，通常要录好几个小时，容易出现听觉疲劳，这也需要更多的音量。除了主抗呢，官方说新单元拥有更小的失真和更好的脉冲响应。那根据我们测试，中频失真确实有大幅下降，人声和吉他都会清晰一点，但低频失真也略微增加了呀。不过如果低频比原来更多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脉冲响应我们用300赫兹放波看了一下，确实顺态会比1代明显一点，不过1代的波声也貌似更稳定。其实耳机的封闭性越好，这里的波动也会更大。你们看开放式的1990就好很多啊，所以下面我们还得对比耳机的封闭性。我们通过一个人工耳确保每个耳机都发出了70 dB 的正常声压，对比耳机是大家都熟悉的行业标准 DT770， 然后我们通过 Apple G 话筒来实时拾取耳罩外部泄露的声音。好，那我们先看看 DT770 啊。好，大概是52 dB 左右啊。然后我们换耳机。
52.9，漏音比770略大。然后是第二代1770。哦，这个隔音比一代好很多呀。我们这里还有一副同级的封闭式耳机可以对比。好，接近50，其实也不错。但如果你有录音洁癖，不能忍受人声录音时无法避免会录到的那一丢丢伴奏，那1770 MK2 是目前我们测试过隔音最好的。这次对比的耳机有拜雅的民用封闭式旗舰 T5 3代，以及同样百年大厂的舒尔1540。舒尔是09年开始做耳机的，这个价位的封闭式耳机不是很多，其实还有纽曼 ND-H20，不过我身边没有人用，网上也租不到，比舒尔还小众，这里就不对比了。哇，这个腮帮子有点，上一次让我感觉腮帮子有点疼的是苹果的 AirPods Max。可能是我脸型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脸小的话，你戴耳机它就下方会受力更多一点。你如果是大脑袋，那你戴起来可能上下受力会更加均匀一点。中频人声清晰硬朗，有2个音色特点，一个是低频方面的一个轻微的一个厚度，另外就是人声的齿音频段会比较突出一点。这个会比较适合职业歌手，可以清晰的监听自己的录音，并且规避掉齿音这种录音上的瑕疵。Hi-Fi 可能不太合适，因为你会听到更多的中频和人声方面的瑕疵和缺陷。很舒服，完全没有腮帮子的问题。耳压确实是更小了，那同时它这个耳罩也更加灵活了。声音方面是延续了第一代1770的清晰干净的特点。有2个调整，一个是高频的齿音没这么重了，那其实听起来人声是更加自然一点。另一方面就是它的低频更厚了，因为第一代低频就有点厚，现在更厚了。这其实是顺应了近年流行乐的一个发展的趋势，电音化、说唱化，节奏的重要性在上升，人声的重要性在下降。即使有人声可能会调得小一点，或者说加 tills 什么，把人声变成机器人这会对鉴定设备提出新的要求，就是更关注低音。我还没听过这样的封闭式耳机，因为它无论佩戴还是听感都特别像一个开放式的耳机。因为首先它这个耳压非常小，然后耳罩又特别大，那它的佩戴感可以达到一个无感的一个级别，准确度还有平滑度可能都在1770之上。不过它也有3个问题，第一个是它的超高频可能会比较暗淡，你听一些高音乐器的时候，可能它们的色彩会没有这么丰富。另外就是它的声音偏远一点，偏软一点，没有1770那么清晰。然后第3个是一个硬伤，就是它的下潜会比较快，可能80赫兹不太利于现代的流行乐的一个制作的，因为你听不到低频方面的一些细节。做工确实比1770上一个档次，包括这个金属的边缘的磨平的这个设计，还有皮革的质感，好像是真皮，然后单元的这个做了一个朝向的一个倾角，还有左右平衡输入，那它的一致性会非常高。但是刚才戴的时候，我感觉这个耳罩好像小了一点，就是老是会压到我耳朵的上面或者下面，老是戴不好，戴了好几次。然后声音方面我也不太能接受，它的厚度比1770 2代更厚，还厚了。同时它的高频又少了一块，所以它的声音是特别温暖，可能有人喜欢吧，但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下面我们用人工耳直接录2首歌的片段，给大家盲听对比一下4副耳机，一首快一首慢。由于经過了耳廓生染，这里推荐大家用入耳式的小耳塞来对比。履き違えているはいくつかのことを私の恋あなたへの思いを思い過ごしだからあなたの気がかりこの涙も
好的，这个结果是足够明显的，所以答案就不公布了。再给个提示啊，第一首歌里尽管前面的人声大小是一样的，但伴奏出来的时候波形有大有小，这是低音的差异造成的，低音越多，波形看上去就越大。下面看一下实测曲线，大家也可以登录 EXL.Squeak.link 进行查看，右下角的 RTINGS 的 target 会比较像我目前的听感，大家也可以上传其他 target， 比如哈曼 OE 2018进行对比。1770一代我们测试了2条曲线，分别是绒面和皮革2个耳垫，其中绒面耳罩听起来更好一点，皮革垫会让超低频和超高频增强，并且降低一些中频，也就是更加微笑。发烧友可以用皮革垫啊。2代1770的左右一致性比1代更高，说明制造工艺是更精确了。我们也测试了2种耳垫的表现，神奇的是使用皮革垫之后，中频反而是多了一丢丢，低频少一丢丢，整体更平直。这个结果是反直觉的，我们推荐音乐人使用皮革垫。补充一下，更换耳垫要找到耳罩边上这个缺口，卡进去一转就好，很快而且卡得很紧了。事实上，所有品牌的新款耳机都增加了低频。那对此你可能听过很多种观点，但是我们要提出一种你没有听过的角度，就是全球的近视率更高了。戴眼镜的时候，耳罩绝对会漏音，所以我们模拟人体皮肤的漏音方式，加了个海绵条测试眼镜漏音的曲线。那实测它会造成200赫兹以下大概4-5 dB 的衰减呢。现在是不是觉得2代1770更准了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近视眼，可能你真的要买低频偏多5-6 dB 的耳机。好，然后是舒尔1540啊，中频真的很准，2-3千赫兹的完整度比1770 2代还好一点，然后超高频略少，超低频的下潜大概也就潜到70赫兹左右，真的很像5寸监听音箱。那 T5 的实测跟我们听感差不多，2000赫兹到5000赫兹少了一大块，最多少了9个 dB， 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声音偏好啊。补充一下 Squeak.link 上面你也可以搜索其他家的数据进行对比，我看了一下，跟我们的实测也比较接近。2代1770相比第1代主要是3个提升，一个是推力，现在手机也可以直推；第2个是舒适，现在佩戴1-2个小时也不会夹腮帮子；第3个是职业音乐人很关心的声音，中频失真更小更清晰，低频也顺应了流行乐的趋势得到了加强。它还有非常强的隔音能力，这不光对于录音，对于现场演出还有直播都非常重要。但目前1代1770正在清仓啊，价格很好，它比较适合制作传统的偏人声的流行乐，库存应该不会很多，喜欢的朋友要捉紧。现在主流的电子消费厂商认为模拟设备已经没有什么搞头了，已经到头了。其实数字设备的淘汰率是很高的，像我自己也买过 AirPods Max， 在我买的这么多耳机里面，AirPods Max 可能是出手最快的一个，用了1周就卖掉了。那拜雅是通过1770第2代告诉大家，纯模拟的追求音质的耳机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这是一副你可以用10年的耳机，下一次升级就是2034年了。